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Cocoland 的分析，以探这个带给我们美好回忆的公司。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来主要探讨最近很火的两家公司。对于这两家公司，小编分别在今年的1月16号和24号在小编的看透股市教育群发过他们的分析了。想要加入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加入哦。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影片开始前，小编我必须说一说 Datuk Karim 这个神人。Datuk Karim 可谓是马来西亚股市的大红人，很多散户会选择买入一家公司都是因为他。他也是马来西亚福布斯富豪榜排行榜上的第36位，旗下公司包括 Sebab Dynamic、SCIB 和 K-Power。此人非同小可，不仅商业头脑转得好，而且行事大胆，思想前卫，而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怎么说思想前卫呢？拿 Sebab Dynamic 来举例子，他看到汽油领域未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吃香了，他就决定往 EPCC 和数码领域进军。这种勇于踏出舒适圈，跟着时代改革的老板，可谓一代枭雄。此外，他大胆的作风也是他投资者又爱又恨的地方。爱的就是因为他勇于扩张改革，开拓新市场；恨的就是 borrowings 高、gearing ratio 高和时不时就做 private placement。但是他掌控的公司每一个季度的业绩都是稳稳的，不然就是历史新高，所以投资者也没有得怨。那么今天第一家要介绍的公司是哪一家呢？没错，它就是 Sarawak Consolidated Industries Berhad， 也就是最近起得很火的 SCIB。 首先，小编先来让大家了解它的业务。现在他们主要是做 EMCC 的，也就是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Commissioning， 工程、制造、建筑和调试。SCIB 成立于1970年，初期的业务是制造和销售预制混凝土、管道和其他混凝土相关产品。而它在沙捞越是最大的混凝土和工业建筑系统制造商。在转型前，这家公司的业务都集中在沙捞越，在当地拥有3座厂房，年产量为50万公吨。但后来这家公司在大股东 Datuk Karim 的带领下，成功推出一系列的转型计划，将 SCIB 定位成一站式土木工程的综合服务供应商，并将业务范围扩展到西马、印尼和中东等新市场，不再只是局限于沙捞越而已。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包括 Span Pile、Square Pile、Pre-stressed Beam、Concrete Pipe、Wall Panel 等等，还有许多的建筑器材。而公司主要客户是住宅区与商业房地产项目发展商，也就是 developer 和住户。除此之外，公司也从事房地产交易和贸易，以及工业化建筑系统和安装。那么我们来看看 SCIB 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首先，他们又破了历史新高，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183.7 个 million， 相比上个季度的 94.9 个 million 的总收入增长了 93.5 个%，而盈利则是从去年的同个季度的 5.1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今年的 12.4 个 million， 也就是 143%。至于盈利率 Profit Margin 则是 6.8%， 增长速度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现金流也从去年同个季度的 6.1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今年的 61.1 个 million， 足足增长了10倍，可谓是非常强劲。那么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哪个部分呢？ SCIB 在财报中表示，在2020年9月季度累计9个月的收入中，建筑和 EPCC 部门是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共获得了 282.6 个 million 的收入，也就是 85.5% 的总收入。虽然这个季度的总收入大涨，但是 SCIB 的制造部门 Manufacturing 却取得了较低的 47.8 个 million 的收入。他们在财报中表示，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 MCO 的实施，而导致他们制造部门的销售受到了影响。而且 SCIB 集团
也在财报中表示，由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完全受到控制，所以政府所制定的 SOP 将会导致集团的业务生态系统，包括他们的运营流程、人力资源、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SCIB 的客户分布图，可以看到这个季度总收入中的183个 million， 马来西亚只占了 14%， 印尼占了 5.4 个%， 欧曼占了 29.1 个%， 而占了最多的是卡塔尔，共占了总收入的 94.1 个 million， 也就是 51.1%。也就是说 Datuk Karim 在欧曼和卡塔尔所获得的 EPCC 合约占了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在此也要提到 SCIB 光现有的合约就高达 1.8 个 billion， 这足以支撑他们未来4年的营运，可以说是如果没有意外，他们的收入将会是稳稳的。那么 SCIB 又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虽然他们的收入很高，但是他们的 balance sheet 上有一个部分大家要注意，那就是他们的 trade receivables， 也就是应收账款。在这个季度的 trade receivables 就高达264个 million， 也就是说 SCIB 放账很凶，别人欠他的钱就高达他们公司总资产的1半以上，这个是必须要关注的地方。那么第二就是他们的 gearing ratio 负债本益比也处在高水平，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 liability 负债比公司的 equity 本益高，而且是高出了1倍之多。那么这个会促成问题吗？我们就要看公司未来是否把他们的 trade receivables 收回来，然后盈利是否能保持增长了。那么在 SCIB 的未来展望又如何呢？公司表示，由于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将会注重在建筑领域的项目，例如 MRT Line 2、LRT Line 3、West Coast Expressway、Pan Borneo Highway 从新山到新加坡 Woodsland 的捷运系统和在巴生谷 Klang Valley 的 MRT3。此外，沙捞越政府也将拨款45亿令吉以兴建和升级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和卫生和教育设施。由于 SCIB 有着东马地区最大的工业建筑系统 IBS 和预制混凝土制造商，所以 SCIB 相对于其他本地公司，例如 CMC、Naim 和 HSL 等公司相比，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这里也要提及一下 IBS 是个怎么样的东西。 IBS 的全名是 Industrialized Building System， 简单来说就是把零件先自家生产出来后，再运输到工地时加以组装，这可以大大减少人工及时间。那么为什么在疫情期间会得到广泛运用呢？这是因为疫情期间，为了解决外劳短缺的问题，建筑行业都开始使用这种可以减少员工的 IBS 技术。SCIB 相信未来在可负担房屋的领域内， IBS 技术将会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另外，在国外 SCIB 他们也在积极的参与项目，并且成功获得了在印尼和中东地区当地的工程，这足以证明 SCIB 还有潜在的机会可以继续发展更多新项目。由此看来， SCIB 在国外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之后公司也表示他们会专注在3个长久性的策略上，第一个就是扩张他们在全球的市场以分散风险，第二就是巩固他们的建设能力，第三就是寻找更多的供应伙伴和新的技术，例如现在他们在关注的 3D 打印技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和生产率。因此公司表示，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们会保持一个谨慎但是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的表现。之后小编也发现，截至2019年的最后一天，公司超过 80% 的股份都是由49位股东持有，而散户只占了 16%。 相信这也是为什么 SCIB 股价可以推得那么高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为什么说是其中一个呢？因为下期小编将会为你们揭晓另外一家 Datuk Karim 的公司即 K-Power 和 SCIB 怎样使用 Bonus Issue Warrant 和 Subdivision Share 把股
股票推向高峰，看看大佬们的操作，问你们服不服？在这里，小编也将把之前1月24号做过 SCIB 的一部分报告送给你们。有兴趣的朋友们，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完全免费的哦。那么你们觉得 SCIB 接下来的业绩还能不能破新高呢？对于Datuk Karim 的操作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